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星星月塔罗占卜。很高兴呢跟大家又见面了。那有一段时间呢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今天可以去抽出这个时间和大家做一个能量的连接，非常的开心。那么非常感谢呢大家对我的关心、关注还有留言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期大众占卜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在出片的这个环节时间上可能不会那么的规律，那么我也会尽量的呢，在大众占卜的环节给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reading。感觉这段时间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变化啊，无论是从外界的还是说内在的很多的变化，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而且感到有一股很强烈的能量的流动呢，也是在推动着一个很剧烈的改变的，或者是一个很巨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希望自己能够去调整好，然后呢反省，然后呢是一个提升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时间，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还有等待，那么希望能够在接下来还有之后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可以在2024到2025的一个重要的转换的时间点，可以去让自己无论是外界的还是说内心的，两个方面吧，都可以去调整好。让我们一起呢去走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去感受这个新的时代它的变化。那么变化的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都让它变成一种经历，让我们在这个变化和经历的过程当中呢去学习提升。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占卜之前的一个前言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一个占卜环节。今天呢，我们的占卜主题是来看2024年10月份你的一个运势情况。今天呢，我们在月运势的这个占卜能量里，我们要看的是黎明之光的闪烁。10月份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个月份一年当中。那么10月份呢，也是在接近年尾的地方，还没有结束，对吧？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都已经努力了很久，然后呢辛苦了很长时间，所以说10月份呢，它是一个能量的一个休息期吧，可以这样讲，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成绩，可以看到一些成果，或者是看到一些效果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节点。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给人的感觉在外界的这个环境里也是很舒服的北半球的朋友呢进入到这个秋季，不再那么的热，那么南半球的朋友呢开始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由冬天转为春天，春天转为夏天这样子的一个季节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的朋友呢，可能在春秋两季都会给人的感觉更加的祥和，更加的舒适。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月份里让自己调整好，让自己回归平衡。生活当中什么样子的事情如果是失衡，或者是我们的内心对于什么东西太过于执着，我们都可以在10月份的时候运用这个天地之间的灵气和能量让自己回归这个平衡，内心回归这个平静，让我们可以继续勇敢坚持的走完这个月份，或者是说我们去重新整理，让我们再次的出发。所以说10月份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能量的收集里大家可以看到你面前有3张不同的牌卡，我们从左往右呢分别是第一张牌卡，这是一个雀鸟，对吧？然后呢我们的第二个能量牌卡是一个玫瑰 OK， 那么这个玫瑰花这个环境大家可以看到是下雨了，对不对？然后呢第三个这个能量牌卡，我们这里是一个白天鹅，是一个白天鹅。所以说10月份天秤座的朋友，然后有一部分天蝎座的朋友可能也是要过生日，在这里呢也提前祝你们生日快乐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左往右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从左往右，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那为了方便你们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
那么2024年的10月份，我的运势究竟会是如何的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张不同的能量牌卡，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张牌或者是哪一个 OK 能量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鸟啊、天鹅啊、玫瑰啊，有吸引到当下的你呢？那因为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觉得有2张牌或者是2个能量的话，同时当下吸引到自己，那么你也是可以都点开听听看，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能量啊或者是你的信息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连接一下这个2024年的10月份你的运势情况，那我们就待会儿见了。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选的是这个雀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宇宙对于10月份想对你说的一句话，或者是给你的提点是什么呢？那么宇宙当下对你说，10月份的你，请你讲真话，说出真相。我们在讲说出真相和说出真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的是这个事情我要不要说真话，或者是能不能说真相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去讲这个能量的时候，它所谓的这个真相和真话是我们的心里话，是我们内心不是用大脑逻辑想到说这个话能不能说，那个话适不适宜，或者是说这个话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或坏处。这个所谓的真相不是我们的大脑逻辑分析出来的话语，这个真相是我们内心想要去表达和流露的那个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这个真相是什么？是我们灵魂最真实的表达。那么我们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什么情商啊、智商啊，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一些信息吧就是不同的人可能会教你一些如何的做人，如何的处事，尤其是当我们长大之后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其实我们如果是回归到我们最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讲孩童时期那个很真实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讲真话，可能有的时候话语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我们讲了真话之后，我们一定是开心的，我们一定是觉得就是我就是这样想，所以我这样说，就是他的内心的这种能量的流动是没有阻塞的。但是为什么当我们长大之后开始去可能去说正确的话，或者是说应该说的话的时候，甚至是去说别人希望我们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变聪明了，我们可能变得能干了，或者是我们变得能言善道了。但是那样子的自己，我们回顾内心世界，走入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真的快乐吗？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真的觉得这是对的吗？所以我觉得10月份的时候，感觉它的能量有一种灵魂反复想要去表达真实自己，想要回归那个初心的一个这个能量的流动和方向里那么第1组牌的朋友，我也觉得在你的我们在讲身心灵，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内在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分析那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我们内心里面所谓的这一个想要表达的真相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能量里有很多不同的维度，有一个维度呢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思考，是所谓的逻辑和判断，这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理性的，或者是logos， 就是那个CG 用他的这个心理学的那个大师，他讲的这种很逻辑性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易经那个阴阳里面讲的是阳性能量那么去讲真相的时候，其实我们回到的是 Eros， 他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内在，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感性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就是内心的一个很直接的表达，那么它的能量也是偏向于所谓的易经当中的一个阴性阴柔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了解到，我们面对不同的事，不同的一个因子的时候，我们的立刻马上的反应是逻辑性的，还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内心的一个直觉性的，还是说我们其实明明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却说了不同的话。我们要能够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我们不要去模糊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所以说10月份的时候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内心
啊，也可以再讲你们的灵魂吧，它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状态。10月份属于你们的黎明之光，它的闪烁是从你的内心闪烁出来的光芒，这束光芒是可以照亮黑暗的。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牌卡，它的背景是黑色，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白色啊，就像是穿透性的，有这种穿透性的清晰的一个表达。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看到这个雀鸟，作为你10月份的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作为你10月份的一个指导灵，它要带给你的是一个真相，是一个真心话啊。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你的运势。好，很长时间都没有给大家做这个能量的连接，所以今天可能会稍微给大家就是看多一点啊。我们首先来连接一下第一副的牌朋友，你们的一个最近的一个状态，看看大家如何啊。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能量，既可以作为一个验证吧，也可以作为我们 OK 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啊，给大家去看的这样子一个能量连接。OK， 感恩宇宙。我们抽2张牌，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来连接一下你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啊。好，金币2的逆位，第一张牌，然后是圣杯10。好，这2张牌呢，在告诉我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在能量当中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吧，对于你生活上的，比方说工作啊、学业啊、家庭啊等等啊一些方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可能很多事情都需要你去照顾啊，多方的能量需要你去管理。但是呢，随着10月份的这个能量的到来啊，慢慢往10月份去走，我觉得你们会在生活当中更加了解到，就是哪里才是你的重点。或者是说哪里在你的心中才是最有价值的。那么你会在这种忙碌和这种一直以来的这种辛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准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是慢慢的了解到究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分配也好，精力的分配也好，究竟是应该给谁，应该是给哪一边。 OK，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清晰的了解，我们在讲知道内心的真相，知道内心真正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敢于面对内心的真正的一个想法以后呢，你们就会内心感觉到非常的快乐满足就会感觉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你开始去了解内心里面真正的真相，或者是敢于去选择，所谓的说出内心的真相，也是敢于去选择，敢于去面对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变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慢慢的满足自己的灵魂慢慢的去满足自己的需要，慢慢的去关注到自己其实是有需要的，而且你需要去满足自己内心的这个需要。OK， 这个需要被满足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快乐。我们看到这个香槟酒从上往下的流动我们是圣杯10，当前有3个杯子已经盛满了这个香槟还有7个杯子还没有盛满。说明整个我们在讲从9月份到10月份，我觉得你们这边的状态就是慢慢的去流动，慢慢的让自己去满足，慢慢的给予自己这个机会，给予自己这个权利去让自己开心起来。OK，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土元素转到水，从生活的层面慢慢的进入到内心的层面，非常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10月份的时候，这个能量又会是如何的一个流动我们来看一下。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这个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10月份能量的流动。哇，第一张牌是圣杯10，我们圣杯10今天出现2次好棒哦。好，第2张牌 Emperor 大皇帝，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可控好，是大家喜欢的，或者是你们想要的样子。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金币7的逆位，
看一下10月份啊，这个能量的流动是如何的情况。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圣杯8，好。刚才我看到，就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在生活当中，慢慢的你开始能够去抓住重点，对不对？开始能够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想法，能够去找准内心当中所谓的什么东西才是最值得的，什么东西才是最能够让你所谓的满足你的需要，对不对？然后你也在慢慢的去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能量状态是慢慢的越来越开心，慢慢的越来越好。这个能量呢，会在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保持和持续的感觉，因为我们刚才抽到的能量是圣杯10，然后我们去看10月份能量流动的第一张牌又是圣杯10。圣杯10的能量流动2次，它的能量是越来越满的，越来越全的。如果说你当前或者是过去9月份的时候，是在慢慢的让自己了解到内心的需求，慢慢的去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10月份的时候，你会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就是有这种快乐持续性快乐的持续性。那么这个持续的能量呢，我看到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比方说亲朋好友这个孩子父母包括你的恋人这个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你能够从他们那边感受到爱的能量被爱包围了。有的时候爱的能量并不是不在，而是我们可能不能够去感受得到。但是呢，10月份的时候，你是非常能够去敏感的抓住，感受到这种爱的存在，而你自己呢，也像是一个爱的一个发光体，你也在传递着爱，你也在给予着爱，你也在分享和感受着爱所以呢，圣杯10是第一张牌。那么第二张牌呢，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个皇帝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可控。可控呢，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所谓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是越来越清晰吧，越来越了解自己究竟最看重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什么东西才是最值得的。那么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觉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以后，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就能够控制得很好，你就知道自己的方向，你就知道自己的边界线。所以大皇帝给我的感觉是可控性，抓得住生活的重点，了解自己的需求，并且知道如何礼貌的拒绝，那么生活就是可控的。所以大皇帝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可控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的这样子的一个10月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能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张不同的一个感觉。第一张牌呢是金币7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圣杯8。这2张牌呢跟我们前面看到的能量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抓重点的，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更多的，或者是更多的去给予，更多的去把握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就会有所谓选择之后的一个消散。意思是说，当你看到生活里的重点，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多价值，你就在选择。选择的过程是让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有价值的人越来越能够占据你的生活，或者是填充你的生活，那么你就需要去和不对的东西说再见。所以我们的第3张牌和第4张牌，它的能量表达在于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其实在10月份的时候会所谓的回归这个平衡，它的能量在于你将看到那一个不值得的，那一个你辛苦的，或者是你觉得你花费了时间但是却不够，或者是不应该不值得的东西，你会在10月份的时候呢做一个很明确的认知。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有放手的能量也有放手，可能要抓住一个东西就需要去放下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接下来2张牌在10月份的下半个月，很多朋友呢也开始去学会放手，放开这些东西，放下这些执着，那么你可能会觉得生活将变得更加的轻松。而且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10月底的时候可能有这种离开的状态。离开是因为要离开不对的，离开是因为要前往正确的方向，离开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有些东西可能就是在尝试，有些东西可能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放下。那么10月底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就是看得很清楚啊，在打包自己的行囊，打包自己的心情啊，就是我们所谓整理自己的心情。我觉得是有这种要出发了，要离开了，或者是说，要真的放下了啊，有这样子的能量。所以说，不同的一个两面性，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能量其实是同一个方向，就是能够去真正的理解面对，勇敢的说出你灵魂想要表达的这个真相，也就是你能够看清楚究竟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值得的，什么东西是应该放下了的，好不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能量性啊，能量的一个流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什么呢？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神谕卡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神谕卡是有关于感情方面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信息，我放这里啊。好，我们来读取一下这个神谕牌里的一个信息，他说的是，当前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够去退一步啊，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花一点时间独处。那么这个呢是跟情感方面有关的信息。刚才我看到有些朋友在10月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整装待发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啊。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大家这边看到跟感情有关的退一步啊，退一步，然后呢花一点时间独处，不是去把重点给到别人，而是去花时间给自己。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在感情关系里面的 OK， 无论这个感情关系是在婚姻当中，在恋爱当中，还是说处在什么样子的状态，有什么样子的分歧，宇宙在讲10月份的时候呢，情感关系里面需要你去退一步海阔天空，需要你去把能量抽回来给自己，而不是在关注他。10月份的时候呢，是一个回归平静、回归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所以有的时候关系里如果出现什么样子的分歧，出现了什么样子的紧张，当我们能够退一步的时候，这个紧张可能就会自然的去消化掉。而且呢，退一步，也许你不再去太多的缠绕于这个关系的纠缠里面，你就能够看清楚自己内心的真相，你就能够了解你内心真正它的这个召唤是什么，你的内心在告诉你的这个表达是什么，是快乐的吗？是不想再继续的吗？是想去争取吗？是想去珍惜吗？还是说要换一个方法去沟通呢？这些东西都需要你去退一步，让你的内心告诉你这个真实，而不是用你的大脑去思考值得不值得，或者是用你的大脑去思考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我甘心还是不甘心。退一步，让自己冷静下来，让自己去平静下来，那么你的内心就会告诉你这个真正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当你退一步休息一下，给自己空间和时间的时候，对方其实相对的他也退了一步，他也能够给自己一段时间去疗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冷静的思考对方的行为，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是否是 OK， 他真正需要的，或者是他真正觉得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也会在这个退一步的地方慢慢的就得到了关系的疗愈，慢慢的就能够了解彼此内心的真相。那么等到这个时机到来，两个人回到这个我们所谓的交叉的地方，两个人都能够说出内心的真相，你们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究竟这个关系是继续往前，还是说大家应该去放手重新选择，对吧？对你对他可能都是最好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关系里我们要去退一步，我们要能够去舒缓压力，要能够去退一步去感受这个所谓的真正的爱，或者是真正的所谓的言语之后的这个动机究竟是爱的表达，还是说不是爱的表达，对吧？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我们接下来呢看第2张神谕卡。感恩宇宙。好，我们这里抽到是苏魔，这是一个香料吧，这样子的一个affection，这是一个很喜欢 OK， 很喜欢。
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有关于爱恋，有关于热情，有关于对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认同或者是认定。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过感情相关的但是我们这边有这个圣杯十嘛，就有些朋友可能对于某一个人是要去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是要去真正的了解内心的真相选择放手等等。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是对于某一个人强烈的认同，就是喜欢，觉得真的是值得的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这边的能量是说，对于可能生活当中的某一个选择，在10月份的时候，你将更加的确定，就像这个镜子，更加确定自己的心意，更加确定接下来要实实在在的把握，实实在在的抓住。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对于自己过去曾经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当下近期的一个选择，无比的确认。那么在10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从我们的这个内心水象能量里面转成火象，意思就是说，当你的内心感觉到足够的满足、满意，觉得可控以后，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皇帝嘛，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对未来的希望，对未来的计划，以及对未来充满着这种期待 ，OK， 对未来充满着热情，给自己充满更多的热情，来爱它，来滋养它，来进一步的去推进它。所以在这个12号牌火象的这个 affection 里面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在你生活当中，这个所谓的真相被你找到，被你抓住，你会更加落实你的选择，你会更加落实这份爱，你会更加的去落实所谓的这个计划。OK， 所以我们这里是12号牌，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金牛座嘛，就是很接地的，很努力的，甚至是放手去做，或者是放手去努力的 OK， 落实它落实它，进一步的去推进它，进一步的去完成它，进一步的去显化它，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也在我们的10月份的运势里面。 OK， 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提点还有提示或者是指引对于我们的10月份宇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或者是什么样子一个提点。感恩宇宙。好，来自宇宙的提点，对于10月份宇宙讲的是这个木乃伊改变改变。这张牌非常像一个那个就是所谓的重生让自己休息，然后去重生。重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去重新选择，重新面对，或者是重新的去确认吧再次去确认。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面是讲出真相，面对内心的真实。那么当你能够有这个意识，当你的意识的层面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行为上，在行动当中去变化，去落实。那么落实了之后，就会是显化不同的结果。我们在讲世界里有一个定律，就是这个因果定律嘛，在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能量层级里，因果定律，什么样子的因就是什么样子的果，什么样子的想法就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行动。那么什么样子的行动，最后呢，它就会去显化出什么样子的结果，什么样子的一个我们在讲成绩，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目标。那么今天宇宙来自宇宙的一个具体的指引给第一副牌的朋友呢，是改变。可能生活当中10月份有些东西既然你已经看到了，你已经意识到了，那么你也能够在10月份的时候去具体的表达出来，说出来，行动的话，那么这个改变就是切实可行的，这个改变就是在10月当中会发生的，也会在这种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皇帝牌，我觉得是在大家可以掌控的层面去发生，是在你可以去确定的一个方向里面去变化。那么这个发生，这个变化将会为你的年尾，或者是对你的下一个目标，或者是下一个关系，下一个成绩，我觉得是带来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啊，非常好的影响。所以说当前呢，就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啊，祝你们在10月份的时候能够去勇敢的说出内心的真相，能够在10月份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去发出自己明亮的不同的光芒，也能够在10月份当中去跟随自己的真心，做出有必要的切实可行的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玫瑰，然后这个玫瑰花的能量里面是有这个语录的，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啊，针对于10月份运势里面呢，宇宙想对你说的一句话。今天这个话呢是一个名人名言啊，然后呢它是一个比喻。我们如果直译的话，就是说天上不会这个就是下雨，但是这个下雨的意思就是下玫瑰花，对吧？意思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啊，英文是说天上不会下出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很美嘛，那每个人都很喜欢。但是呢，这个玫瑰花需要干嘛？需要你去播种、养育，然后才能采摘，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的这个目标，你们想要显化的结果，宇宙说它必须得通过你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轻易的得到，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在讲这个成功不会轻而易举，不会一蹴而就，你必须要把自己放在其中，投入其中，要去努力，那么最后呢才会成功的采摘你的这个玫瑰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10月份的能量里面呢，更多的是在强调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你想显化的结果，需要通过你的努力，需要通过你的一个时间的投入，需要通过你的一个切身可行的切身的一个行动力吧，来把它给做出来，来把它给完成，来把它给真正的达成，那么成功最终才会落入你的手中。所以我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10月运势针对于你的能量里，它其实是在指这个所谓的黎明之光的闪烁，是在闪烁你的成功，闪烁在你的一个显化里面，闪烁在你的心愿里面。但是你需要去努力你要努力，你必须要去投入，你才能够最终收获成功，收获喜悦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天上就是下这个玫瑰花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做这个能量解读，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就是来连接一下吧。我们首先来连接一下第2副牌的朋友，这段时间1个月以来你的能量的显化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能量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来连接一下，那么这边第2个组牌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我们今天抽2张牌。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2组牌的朋友，那么你们的这个当下的一个能量情况是如何的呢？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呢是命运之轮的逆位。好，第2张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一个权杖7。 OK， 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能量里面我听到什么呢？就是说在你的一个计划里，在你的一个方向性里面，在你的一个可能是工作里、学业当中，又或者是在你的理想目标实现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追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最近的能量其实是有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最近有一点小小的运气不佳，或者是你觉得最近呢外界有一些能量的干扰让你受挫，或者是你觉得有一点不是很顺利，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命运之轮的逆位嘛。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最近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于外界，不来自于自己，这个变化可能有一点点不可控制。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些改变吧，或者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外界的能量的干扰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最近有一点就是说，在你的内心产生了动摇，又或者是你开始有一点怀疑，或者是你开始有一点，比方说，内心不再那么的稳定，甚至还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出现，比方说有一点嫉妒别人成功，嫉妒别人运气怎么那么好，嫉妒别人，或者是感觉到别人好像成功是天上掉馅饼，而自己却很努力，而且呢就是看不到这个目标，或者是感觉不到这个成绩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呢，其实是一种阻力，对吧？是一种阻力。可是呢，我可以感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有一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在你当下的能量层级，在你当下眼前的情况，你可能觉得是阻力的东西，它反而是你成功的基石。OK， 其实宇宙不会去故意的为难你，宇宙之所以给你派难度，给你增加难度吧，或者是给你增加一些干扰吧，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锤炼你因为你是经得起捶打，你经得起锤炼。我们在讲真金不怕火炼，钢铁是怎样铸成的，对不对？你就是那一块好钢，你就是那一块璞玉，你需要一些打磨，你需要一些经历来使自己变得更加的我觉得不是让自己更加优秀，而是说把那个最真实的，或者是你本来的颜色吧，把它给打造出来。可能有些朋友，你们的潜力就是在你们当下的意识层级里面，你自己都看不见，你自己都感觉不到，你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但事实上，宇宙或者是更高维度的那个自己能够看到你真正的颜色，你灵魂真正的光芒，又或者是你真正的潜力，你的使命你要做成多大的一件事情，只有他们才能够感觉得到。那么在你当下的能量层级和维度里面，你就需要去怎么样勇敢的去面对和接受这所谓的外界的因子、外界的挑战，或者是这个阻力和难度。因为你如果换一个角度，你把这所谓的挑战难度当做自己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不把它当做苦的事情，而是把它当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来接受和面对，并且挑战自己，你就会发现你会我们所谓的越挫越勇，你会越来越强，你会越来越优秀，你也会越来越，我觉得是喜欢和认同这个自己，并且发现自我最真正的实力和力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看好的事情未必是真的好，坏的事情也未必真的坏。我们要能够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身心灵，我们要能够去解读它，我们要能够去怎么讲呢？所谓的命运，所谓的自由是相对的。可能命运讲的是有些事情我们就会遇见，对吧？但是所谓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所谓的命运，遇到这所谓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内心怎么样去判定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的自由是如何选择去看待它。那么在这样子的自由的选择的一念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有些人是在这个面对和选择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优秀，也越来越勇敢，而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选择的时候胆小怕事不自信懦弱可能就往下了。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我看到了这个能量，所以呢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指引吧，看看大家能不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应。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能量之后呢，我们就接下来预测一下了。我们要预测的是10月份你的运势，10月份你能量的流动会往哪边？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一起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10月你的运势情况是如何的。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金币骑士。
我们继续啊，10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好，圣杯2的逆位。隐士牌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1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牌的朋友选择到这个玫瑰花的朋友啊，那么10月份你的运势究竟是如何的呢？我这边可以感觉到，就是说第2组牌的朋友啊，在你的能量里面，其实10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多一点耐心，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啊，你的目标，我觉得都是会慢慢的，就是向你走来，你也在努力的或者是稳定的向他们而去。刚才我看到是有一部分朋友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工作学业当中，可能遇到了一些变化，可能遇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可能是你不可控的，或者是不是你这边出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啊，而是外界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10月份的时候呢，你们是稳定前行。OK， 稳定前行。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稳定前行，我们在现实的能量里面，可能更多的理解是你在应对他们。虽然不想去慢下来，或者是虽然你不想去因为它停下脚步，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得不去因为这些改变而调整自己的步伐。从好的一面来讲呢，我会觉得很多朋友就是不要去急躁，因为我看到事情还是在运动着，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在推进，只是没有你之前那么快。OK，有些事情呢，它其实也是在显化的过程当中，而是你可能会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从另外的一面来看的话呢，可能就是你感觉到可能速度变慢了，或者是你感觉到自己有一点不得不去被动的因为这个东西而改变自己，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它是在一个变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的话，第2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或者是说你能够在慢下来的节奏里面我觉得是更加多的一种体会。我们再讲体会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内心世界了。我们的第2张牌呢是一个圣杯2的逆位，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是唯心是唯心。可能有些朋友呢明明很喜欢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关系，或是你明明希望的是一种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事与愿违，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会越希望越想要，可能有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能量呢，在我们的圣杯2这里是有体现的是有体现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事与愿违，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来自宇宙的指引，它在告诉你，可能这个希望未必是和你最初的那个理想是一致的。有的时候的事与愿违，可能是宇宙的一个大手在保护你，对吧？有的时候的事与愿违呢，它可能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事情来感悟或者是体会一个道理，或者是积攒一个智慧。我们看到你这边的第3张牌是隐士牌的逆位，这张牌就是明显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在10月份的时候，因为这个所谓的事与愿违，可能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像是放弃了，或者是有一点想放弃的感觉那宇宙呢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提点是什么？就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隐士牌的逆位是不要放弃，不要觉得好像自己不行，不要觉得自己被孤立，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打不开解不了这个锁。相对应的，我看到宇宙这边的能量和一个指引是在告诉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所谓的挑战和挫折肯定不会那么的容易，
对吧？肯定不会那么容易。如果你想美丽芬芳的玫瑰，你要努力，你要让自己真正的投入其中。不是说所有的路都是平坦的大路，不是所有的路都是直线的前行啊，匀速的前进。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多姿多彩，之所以有些关系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啊，值得我们去体会，都是因为这种崎岖，都是因为这些弯路，都是因为那种不经意的惊喜，或者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小小的挑战。所以呢，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宇宙给出的能量是圣杯一的逆位。我们要能够真正的走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吧，或者是说让自己的心去解锁、去打开，而不是去封闭。当我们遇到问题，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去逃避，不是去抱怨，不是去所谓的挣扎，而是我们要能够更加平静的去感受自己的内心，对于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关系，对于这个挑战，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我们要能够在内心的世界去显化这个所谓的结果我们在讲真正的那个世界吸引力法则和这个显化的法则，不是去当下随着能量的流动去改变自己，而是要在当下还没有到达目的之前就活成那个最满意的样子，对吧？所以圣杯一的逆位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解锁自己的内心，尽管眼前有困难，尽管眼前有挑战，尽管眼前看不到那个最终的结果，但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去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到达，我们一定可以做成，我们一定可以拥抱那个美丽的芬芳的玫瑰。所以说就是大家去看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它的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们在时间节点上的一个不同的定义。有些事情我们把时间节点调到前一点，可能看到的是不能成功，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调得远一点，可能看到的是那个所谓的不成功只是成功之前的一块，或者是那一个环节而已。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调整心态也好，我们要能够去站得高看得远也好，或者是我们要能够去调整自己的一个，你看这个我们所谓的意识也好一定要能够去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宇宙是在鼓励你，是在提点你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调整，那么从而最后我相信这个成功，或者是这个目标，或者是这个美好的心愿它一定是能够显化成功的。好，讲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张今天的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你们的一个第一张神谕卡是在说什么好，这里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第一张神谕卡里的信息，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请你去感恩，去给出感谢给什么东西感恩和感谢呢？就是说马上就要来到你身旁的这个爱的礼物，或者是爱的馈赠。你要知道的是，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成为爱的表达，并且你心里想要去达成的心愿最后都能够一一的去实现。所以我觉得这张牌跟我们刚才解读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宇宙当下呢给出的一个具体的指引，就是你要相信的是好的东西已经在路上了，你要相信的是无论你当前眼前经历的是什么东西，你都要把它当作是一种馈赠。就是说当你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种好像是在针对你，或者是故意的为难你的话，那么这个东西的能量可能它就会越来越往下。可是呢，当你去调整自己的内心，因为我们在讲相由心生嘛，当你自己去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挑战，当做是自己的一种成功的基石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这个爱的馈赠，而你也将在爱的这个馈赠和阶梯里面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所以你的心里一定要明白，是你值得拥有好的东西，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东西，你值得是拥抱所有心愿的成真。所有的东西，当前的这个东西只是一时的，或者是它是为了你成功的一个阶梯。不要把眼前的这个东西当作是最后的结果，或者是它是一个不好的，而是我们要在内心当中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调整这个能量的因子，那么最后的结果就会越来越好，就会和你的心愿完全的一致。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这样子一张牌啊，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要带着这个相信和自信的心去继续显化，继续前行，给出你的感恩，给出你的感谢吧。啊，这是第一张牌。好，第二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啊。这个第二张神谕牌，来自宇宙的提点是什么呢？好，我们今天第二张牌呢，抽到的是西红柿，抽到的是爱啊，抽到的是爱。我们今天你看玫瑰呀，然后包括我们这张牌啊 ，Blessings of Love， 很多爱啊，非常多的爱的能量啊。那么这个爱的能量呢，其实它是能量频率里面非常高的一种能量，无论是爱自己、爱别人，还是爱我们整个地球，它的这种能量层级是无条件的，是无私的，能量层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频率里面啊，我觉得宇宙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啊一个你，对吧？你是宇宙的孩子，希望通过你的能量去显化它和你共同的心愿。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呀？这个是爱的魔药，对吧？爱的魔药，就是说它这个 potion 呢，就是一种那个药剂啊。那么这个药剂啊，就是这个potion love potion 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去拯救自己，它也可以去给予别人，对不对？我们在讲，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的话，就像你啊有一个这个爱的药，这个神药或者是这个魔药的话，那么别人服下，可能他就会爱上你，然后你也可以达到你的心愿。又或者是说，有人也可以给你一个爱的这个魔药，使你爱上他，使你能够感受到他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 love 这个能量啊，水象的，我觉得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在你面对这个日常啊，每天的事物，在你面对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段关系的时候啊，我觉得可以去让自己用更多爱的能量去理解它。因为我今天看到圣杯2，我看到了圣杯1的逆位，我看到隐士牌的逆位。也许在你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觉得他针对你，或者是你觉得他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他不能够理解你，或者是说你不能理解他啊，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话，那么你需要用爱的能量去包容、去给予、去理解。当你把爱的能量拿出来，那么对方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如果这边有一些朋友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较难处理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同样的，如果对方你觉得他有针对你或者是不好的能量，那么你反过来去针对他，这个能量会越来越紧张，会越来越冲突性明显啊。那么只有当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肯定只有是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去强迫他变，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变。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当做你不是针对我，或者是我用爱的能量去理解、去化解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能够得到化解啊！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能量是能够化解的。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看到是什么？爱的这个魔药，对不对？这个药是干嘛的？是疗愈用的，是治愈用的，或者是说这个爱的那个魔药是干嘛呢？是拿来去帮助两个人的，帮助你也帮助他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这个宇宙的第二个神谕卡，我觉得这个爱的能量是非常广义的，是非常广博的，不仅仅针对的是比方说两个人的这个爱，对吧？它可能也是不仅是情爱吧，它也可能是友谊，它也可能是人际关系，也有可能是父母亲、兄弟姐妹之间啊。我们要有爱的能量去首先解锁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去解锁这个关系，最后呢是化解矛盾危机啊。我们最后呢是达成我们最终的心愿成真，理想实现。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天秤座啊，也在我们的第二张神谕牌里面。那么天秤星座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寻找一种和谐，寻找一种平衡的能量，也会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多一点时间，需要多的耐心来分析、来整理、来最终下定决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些事情真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急于的去下一个
决定吧，就是要做决定，但是呢不用去太急，我们可以去用这个天秤座的这个秤呢去量一量，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也会有所偏颇，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没有去看到所有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天秤座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能量啊，去帮助你们去真正的思考，去冷静的去分析和比较，最终呢让自己非常稳定的或者是非常认同的吧，来做出这个决定和判断。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当你们想好了想清楚了，那么这样子情况之后做出的决定呢，一定是能够让你们更加心甘情愿的，或者是让对方更加幸福的，也会让你们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是更加趋近于平衡和和谐的这样子是一个天秤座。好，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宇宙给你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提示了。关于10月份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宇宙给我们提点，选择第2组牌的朋友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是这个 Hearth， 他说的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家里充满着快乐。这张牌很温暖，就是那个壁炉我们看到那个壁炉在那个就是圣诞节的时候，特别是北半球圣诞节就是冬天嘛，外面是白雪皑皑，那么在家里生一个壁炉，这个地方呢是家里面每一个人就是都会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很温暖，这里呢有火，对吧？有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大家谈心说笑的地方，是一个很放松很和谐的地方。我觉得这张牌呢，宇宙就是在告诉第2个牌的朋友无论是在你的家庭这个环境里面，还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你的校园的环境里面我觉得这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欢声笑语，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目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今天讲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轻易的得到，可能这个东西不仅仅是针对于我们做事，也针对于我们对关系的一个处理。毕竟有很多事情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处理好了，可能这个事情呢也会做得更加的容易，更加的顺手我们今天看到宇宙给你的提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或者是让自己充满在快乐的一个环境里面。比方说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说当前遇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遇到的这个变化，如果家是你的安全的港湾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回到家人的身边去跟他们多亲近，也许他们能够疗愈你的心，那么当你的心疗愈以后呢，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和处理，我觉得是当前应对的挑战。如果说比方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是你的一个开心的地方，那么你就可以去跟你的朋友和你的爱人，我觉得是多接触他们也许能够给你很好的帮助，或是给你很好的建议，让你能够明白，更加的去了解就是说其实你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生活的一个灵魂个体，或者是你能够更加多的去感受到爱的能量，从而呢可以给你的内心，给你的能量吧，我觉得是注入一个加油站加油的一个感觉那么当你内心充满了爱，当你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爱，那么你也能够散发出更多和谐爱的光芒。那么在你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处理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面对什么样子的一个难关，又或者是处理什么样子的危机，又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比较有挑战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你都能够更好的，或者是更加得心应手的去面对处理。那么我也会觉得在你的内心里也会增加一份自信心，去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和勇气去面对它，勇敢的面对它，不是逃避，而是勇敢的面对，用你自己的努力去推动这个所谓命运的轮子，让它朝向你理想的方向继续的转动。那么这里呢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所连接关于你10月份的一个运势希望呢在10月份大家都可以去努力的让自己在爱的能量磁场里面去环绕，给出你的感恩，显化你的心愿。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祝你们好运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白天鹅。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是说看10月份你的运势那么首先呢我们来
通过能量牌卡看一下宇宙呢对于你的10月份有怎样重要的提点。来自宇宙的一句话，我们今天是 full of grace 啊，这个能量呢其实它的能量可以讲得很简单，也可以讲得很大很阔啊。那么当下呢，这张牌我连接到的能量是说，宇宙希望你，也祝福你在10月份过得开心、顺遂、宁静、安康。OK， 我觉得10月份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月份。感觉到很多天秤星座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一组啊。那么10月份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会达到你心中理想的那种平衡的状态。很多事情呢，应该是可以去如你所想、如你所愿的去发生。那么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所谓的那种比方说偏激的或者是失衡的，而更多的是一种来到宁静安宁的这样子的状态。无论是从外界事情的显化，还是内心的感受和状态，会给人的感觉很舒服。那么我们现在呢，具体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10月份你的运势究竟是如何。那么我们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去做能量的连接啊，所以我们去看10月运势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让我们来通过塔罗牌连接来自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和状态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验证对应，然后呢我们就来看10月份能量流动的方向。好，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先来抽牌，我们来问一下宇宙，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最近的状态好吗？最近生活当中的什么样子的能量呢，会比较的明显，比较的突出？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和对应啊，感恩宇宙。好 ，OK， 第一张牌是隐士牌的一个逆位，第2张牌是 Empress 的正位。好，这2张牌卡呢，其实我连接到和听到的内容啊，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前一段时间，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啊，你们可能会，怎么讲呢？我觉得是被外界的能量过多的去牵动或者是牵引，就好比讲，可能有外面很多的人、很多的事情都在不断的去要求你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希望你能够达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你在前一段时间可能对于自己内心所需要的东西有一点去忽略掉。就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讲法来说的话，就是很多的去照顾了别人的诉求，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或者是忽略了自己心中那个真正的想法啊。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是这种能量，那么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看到的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这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可能是你们的，比方说社交圈子，有可能是你们最近正在去重点去做的一个工作或者是项目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几个点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能量非常的凸显，而你们也在社会当中或者是人群里面啊，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看到自己那种被别人关注、被别人重视，或者是非常的容易把你的名气、把你的这种热度啊，我觉得是托起来的这样子一个生活的一个重点或者是生活的方向。那么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你们现在所发掘的这一个能量强势位啊，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啊，做得很好的。因为我们今天是隐士牌跟女帝牌这2张牌，而且同样是大牌的能量同时出现啊。我们来连接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话，说明这一段时期对于你们生活的一个所谓的节奏感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热度也好，或者是你们感觉到这段日子啊，可能是你们人生当中一段比较精彩的时光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啊，我觉得外界的能量会把你往上拖，有点像是能量运势的一个高点或者是强势位，就是一直在往上的感觉。但是呢，在这个能量里面啊，就是隐士牌的逆位，我会稍稍的跟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就是当你去很多的和外界连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自己内心的那一部分啊，就是比方说简单的冥想、瑜伽 OK 普拉提，或者是一个独处的时间，可能会让你很好的去更加的稳定，你的能量会更加的稳固。
在这段时间里，其实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像漩涡，非常的快，转速非常非常的快。那么生活呢也跟着你啊，我觉得是快节奏，或者是很有热度的，或者是非常精彩的在往前推进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隐士牌的逆位，适度的抽离，适度的让自己静一静，我觉得会使你们的运势也好，能量的调息也好 ，OK， 或者是你们的一个休息也好，状态也好，我觉得是会更加的有助于你们啊，更加有助于你们。OK， 那我们连接到这里呢，我们就现在继续来看啊，我们往前去看10月份你的运势是如何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抽牌，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啊，10月份你们的运势怎样？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金币侍者的一个逆位，第二张牌呢是权杖8的一个逆位。No, sorry， 把这个放回去啊。我们今天是4张牌作为10月份的一个运势啊，能量的一个流动。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你会过得怎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来自宇宙的提点，分别是什么内容呢？魔法师，好。The Devil， 哇，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啊，10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首先是这样子的啊，10月份的时候呢，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流动会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是说，在10月份的上半个月，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属于调试状态。那么10月份的下半个月，你们的能量属于强势的一个可以叫做显化状态吧，啊，也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这样，10月份上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这边2个逆位的牌卡，一个是金币侍者的逆位，一个是权杖8的逆位，这2张牌都是在讲你生活当下，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你的能量啊是隐士牌的逆位和女帝牌啊，你的生活当下的一个正在进行、正在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10月份上旬的时候会慢慢的做一个调息，就如同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宇宙的提点是白天鹅，白天鹅进入生活啊，我们看白天鹅在流动，就如同你走入这个10月是以高姿态、优雅，对吧？沉着、宁静。平静的状态走入你的10月份，那么针对于你9月份或者是之前的这个生活里的重点啊，无论是工作也好，是人际关系也好，是工作项目也好，还是感情关系也好，就是以一个非常优雅的姿态，淡定从容，然后自信的状态去走进去。你相信自己的能力，你相信自己的这个吸引力。那么在这里呢，金币侍者的逆位是一个调息，这张牌讲的是10月份的时候呢，你要更加的去抓地，因为这个女帝牌的能量，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那种因为它是一个大牌嘛，它有很多那种内心的自信心啊，有很多的这种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呀，对吧？这种孕育的能量。那么到了土元素呢，就是在讲10月份冷静沉着，我们接地气的，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它给做出来，土元素嘛。那么金币侍者的逆位这张牌呢，有一个能量也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如果这边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比方说比较的内向啊，或者是说对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的自信的话，其实金币侍者这张牌呢是在告诉你啊，不一定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不能够把它做好，
不一定，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怎么跟大家去理解这个能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要经验，对吧？比方讲，有些人很老道，有些人他做过很久，好像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未必啊，未必。有的时候新人或者是刚刚去着手的一个新的能量，你会发现你的这种创造力，你的那种，比方说从宇宙连接到的能量会更加的有激发性。因为当一个人做东西做久了以后，他可能会有一个固定思维，反而会限制和束缚。金币侍者能量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与其想太多，或者是说总是在寻找一个前人的帮忙，或者是前人的指引，不如让我们勇敢的去走进去。如果这是一个工作一个项目的话，那么你是新着手或者是刚刚开始的话，刚开始不久的话，你可能想去找一个前辈去拉一拉你，带一带你，或者是跟他学习这个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些项目或者是有的时候的这个时运啊，是需要你主动探寻，或者是说相信自己能够做好。不一定非要有前面的一个方法去带你，因为那个方法未必是当下适宜的。所以金币侍者的逆位其实有这种程度是说让你去更加的大胆一点，让你更加的勇敢一点，让你更加自信一点的去把它给做出来，或者是显化出来。那么在这样子路线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二张牌是权杖8，它讲的是不能够太过于的快速。OK， 权杖8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是有一些朋友想冲，想往前冲，但是呢会有一个阻力把你给拉回来。想往前冲，有一个阻力把你拉回来。那么把你拉回来的这个能量呢，可能是，比方我刚才讲这个事情可能你自己去做，那么做的时候呢，你需要去检查，你可能会需要去前面如果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那么后面就需要去改正。所以它有这种一回生就是要好几轮的这种时间吧，去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我们去往前推进的时候，都希望是线性的立刻马上过去。但有的时候可能是螺旋式的往前，就是有一点往回，然后继续往前，有一点往回，再往前推进，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前半个月，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在你的可能更多对应的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跟某人的关系，就是它有这种螺旋式的往前，它再往前，但是呢它不是那么快的，那么直线性的往前，是螺旋性的，有一点回弹，然后呢还是在往前。还有一些朋友呢，如果是你工作上的事情的话，你就需要去让自己更加的就是相信自己不一定非要说是去一定要先学再做，有的时候是一边做一边学。我们人呢很聪明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先学书本再去着手，但有的时候是先着手，然后通过着手做了以后，发现哪里不足，哪里不对，我们再去改正，我们再去学。有一种学是跟书本学，有一种学是实践性的去学习，对吧？所以我们这里是一个金币侍者的逆位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到10月份的下半个月10月份的下半个月呢，你们的能量会一下子就是有那种突飞猛进的感觉。我们这边第一张牌是魔法师，第二张牌是 The Devil。这两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等到10月份下半个月的时候，通过10月份上半个月的这种调息，我们所谓的这种优雅的进入自己生活，开始更加着手的接地的土象能量去做，去尝试，去感应，去经历以后呢，你们其实在心里会拿到这份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其实在我们刚才所看9月份的时候，或者是你当下就已经有了。那么通过你具体着手去做了以后呢，这份自信心会进一步的进入你的身心灵。就是有些事情可能是我相信我行，但是具体做了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发现什么地方不足。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实践经验你会更加相信自己属于这里，可能是属于这个项目，属于这一个比方说领域，属于这段关系，或者是属于这份感情，对方是你认定的人，对不对？那么10月份的下半个月呢，我觉得这种魔法师嘛，就是你会从心理到具体的落实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搞定。所以魔法师能量进来以后，就是说要搞定它，这件事情你必把它完成，你必成功，我必须把它做出来，这种能量非常的强。而且今天的魔法师这个能量也很优雅，对不对？你看这个魔法师是这种像那个芭蕾舞演员一样，虽然他的这个面前是这种四大元素但是我觉得这个魔法师给人的感觉是非常优雅、从容、自信的，而且还很美丽，是吧？所以你将通过自己的语言呢，
沟通啊，或者是你的一个演讲啊，你的表演啊，还有你的身体力行啊，你去具体做事啊，这种不同的方式啊，每一个人他会把你的，我觉得是心中的目标就是显化，或者是一个显化的过程。等到10月底以后呢，这边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会给你们一个小小提点，因为我们出现了恶魔。这张牌呢其实是2个能量，大家去对应。第一个呢是有可能遇见所谓的人生的诱惑啊，这个诱惑呢可能来自于你内心最深层次的一个欲望，这个诱惑呢也有可能是有人在干扰你的显化。那么第2个能量呢，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因为我看到的魔法师是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能量，就是过渡到这里，那么切记不要过于的执着。当一个人过于的执着以后啊，因为魔法师能量很强的，当这个能量如果是过度，有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执着而限制住了自己的我们所谓的显化。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方说通过你前一段时间的这种经验呐、感应呐，你觉得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比方说这件事情你一定把它做完，而且是在什么什么时间一定能够把它结束掉，比方说年底之前你一定把它结束掉，或者是年底之前我一定把它给脱单成功，年底之前我必搞定这个人，必搞定这一单生意，对吧？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心理的这种念头啊。可是呢当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好以后啊，我们不要过多的去执着，就比方讲可能这个东西它顺其自然在明年的2月份是能够做完的，但是因为你之前的目标是说一定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你就会去拔它，就会去推它，就会去使劲的去往前，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能量的过于多的去人为的一种力量啊，一种 force，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招来这个 devil 恶魔。因为一切的执念啊过多了以后，就是我们在讲执念和显化的那种意志力。当我们的意志力很强，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计较这个结果和得失，我们就是最好的魔法师。可是当我们过于多的去执着这个结果和方法、时间如何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一种枷锁，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恶魔进入到一种被束缚的状态。很多事情其实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那过于多的人为干预，过于多的去一种强压的话，这个能量就会变得过。什么东西一旦过度，就会从好的转换成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呢 Devil 这张牌其实它一个指引就是在10月底的时候啊，进入到11月份这种能量啊有这种变化的时候，第3组牌的特别是你们需要去给自己解一点压，放一点气啊，给自己休息。你看白天鹅嘛，宇宙的指引是优雅的做，优雅的去前行，优雅的去显化，而不是过于多的像那个我们在讲老鹰直冲俯下身来，不是这种。白天鹅就是给人的感觉很匀速的，对吧？慢慢的悠然自得的享受这个过程的去完成你的目标。那么 Devil 出现在这里啊，当然呢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是外界也有可能遇到一些诱惑啊，那么当你内心的能量保持在匀速，保持在悠然自得享受过程不计结果和得失的状态之下，这个恶魔自然而然就能被你驱散。因为你的悠然自得，这个恶魔是没有办法限制住你的，你只需要去按照自己的步调，按照自己的节奏，按照自己的一个感觉感受去走去过，那么这个 devil 就会没有办法去影响你。所以我们这边是2点，一点是从外界的方面去解读这个 devil， 另外呢是从你内心的方面去解读这个 devil。 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去对应一下，当这个能量过于紧张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去解压，如何去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第4张牌是这个恶魔。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你的10月份宇宙的来自宇宙的指引是什么。 OK， 好，这张牌说的是宇宙希望你能够闭上双眼，告诉自己其实你值得的快乐告诉自己你值得的快乐有哪些是什么。无论
是什么样子的境遇，无论是什么样子外界的情况，请你都允许自己去走入生活里的美好和快乐。这里是两句话啊，两句话。我觉得首先呢，就是闭上眼睛嘛，就是我们不再去看向外界的东西，我们更多的是从内心去感受。那么这个感受呢，你看是告诉自己我值得的快乐。那么告诉自己我值得拥有快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让我们去相信啊，让我们去相信，让我们重新在我们的能量里去书写这一份美好。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别人的拒绝，外界的一个比方说境遇啊挫折，我们可能会感觉到不快乐，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倒霉。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闭上双眼，不要让这个外界的能量影响了我们的内心。我们要像白天鹅一样啊，就是平静悠然自得。外界任何的事情它都是过眼云烟，我们要能够去把自己和外界分开来，并不是因为外界的某一件事情，别人比方说踩了你一下，或者是别人推了你一下，或者是别人把你的位置挤走了，你就好像觉得说我不好，他做的不好，不是你不好，你要告诉自己的是你很好，你值得快乐。所以你要去相信 OK 他做了坏事情，但是我并没有。那你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是淡定，是淡定。那么接下来呢，你会让自己内心平静，不被它影响，你的能量就是好的。否则的话，你可能一早上出去被他踩一脚，你就会觉得今天我好倒霉，你就会觉得今天你好像运势不行。其实并不是这样，你只要让自己不被这个外界的能量因子所干扰，你相信自己的美好的话，那么也许你在今天接下来就会遇到一个比方说跟你很契合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可能会遇到别人伸手帮你，或者是你可能会吸引到你今天想要去遇见的这个贵人，都有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调节自己的内心。第二个呢是，无论你身处什么样子的环境，你要允许快乐进入你的生活。这句话什么意思？可能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那种说人闲话的人呐，或者是我们可能会遇见老板可能会给你过度的要求啊。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什么呢？你要允许自己快乐，因为他们是一个能量，可是你的生活是包围在很大的环境里。也许你会发现今天有你的恋人呢，你的爱人呢给你发爱的讯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让自己包围在爱的那个能量里面啊。那么自然而然爱的能量大了，就能够驱赶不好的事情，驱赶不好的能量去干扰你的内心。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的时候在一段关系里可能会遇到一些比方说对方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或者是说什么话让你不开心，那么你就需要告诉自己的是，你要允许快乐，就是不要让他的那些话语去干扰你当下的生活。那些话他说了以后，也许他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已经不是他随心的，因为他状态不好，因为他被别人弄得心情不好，所以不小心说了一句话干扰到了你。可是你不能让他干扰，你要做的是让自己淡定，并且允许自己去接触爱。比方说你可以去找你的好朋友，比方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比方说你可以去买你最喜欢的那一杯咖啡，就是你一定要让快乐的能量去进入。我们的能量就像一个袋子，这个袋子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就是你这个身体能承载的这个能量。那如果说当任何的外界的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一句话都能够影响你的袋子里的这个能量的话，这个不好东西越多，你的袋子里的爱的能量就被挤出去了。那么你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就是把坏的能量挤出去，你允许快乐进入你的生活，也是把不好的能量挤出去。那么这个袋子也就是你自己这个身体里所能够储藏这个能量，就永远都是好的。好的能量越多，坏的能量就会越少，你能吸引到好的能量就会越多。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经历外界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跟我们能量不对等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被它干扰，用你的能量把它们挤出去，这样子你就是那个恒定的爱的承载。好，这里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能量还挺有意思的。感觉就是宇宙就想要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像白天鹅一样的生活悠然自得好的，来第二张牌我们看一下。好，你就给我们指引这个第
3字牌的朋友，那10月份来自宇宙的一个提点是什么呢？好，我们看到是这个迷迭香啊，迷迭香，我们这里是一个火象的啊，它讲的是 memory 记忆，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哈，是不要让过去和已经经历到的事情影响你的光芒。刚才我讲过，就是那个袋子啊，别人可能是可以影响你的，就像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它就变成了过去。这个记忆是存储在你的囊袋里，还是你的光芒用你的射线，这个光芒散发出去的爱的因子，把它们挤出去。Memory， 你是一个承载，什么样子的记忆存储在你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书本，在你的心里，你就是显化和吸引什么样子的能量。所以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用你的光芒，就是用你的这种状态，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白天鹅，用你的这种自信的美好的状态去散发出这一束强烈的光，把那种不应该留下来的，把不好的东西挤出去，而在你的能量里面书写的都是无极限的美好，是快乐，是自信，是勇敢，是从容，是不计较得失的那份，我觉得是享受过程的显化，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做成自己的事情，完成自己的心愿，你就会是这个太阳一般的温暖和光亮。OK， 那么这样子的太阳谁不喜欢？这样子的太阳谁不爱？所以无论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能量在你生活当中，它是以感情关系、人际关系，还是以事情，还是以外界啊环境之间的这种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都可以用你的这一束光芒，我觉得是去照亮自己的心，并且去影响你的环境啊。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就是这一束光，宇宙希望你成为这一束宇宙之光，去照亮自己，还去照亮他人啊。那么生活当中的什么样子的问题啊，都能够被你一一的化解，一一的解决，你的生活一定是津津有味的啊，像迷迭香津津有味的，多姿多彩的啊。生活里有了你，变得精彩，你是你生活的调味剂，也是他们生活里的开心果啊。这个是迷迭香。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你的10月份啊，宇宙给你的一个建议，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10月份宇宙给第3组牌的朋友的建议，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重要提点。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我们抽到的是猫头鹰，这个是我们在讲有智慧的看见，从而引发的是有智慧的行动力。哇，好厉害哦！第3组牌的朋友，他讲的是10月份的时候呢，你会像老鹰一样有这样子的一双慧眼，这样子的慧眼呢，能够让你看懂事情的本质，能够让你看到这个情况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外面很表层的一个东西而引发冲动的行动。这个冲动的行动可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能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太过于冲动，对不对？而是在讲，因为你的眼力很好，你能够看到表层之下的本质，你能够看懂或者是听懂别人话里真正的那个意思，所以你的行动力，这个行动力可能是你做什么事情，你如何的去回应，你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表达，将会使你的生活里的 OK， 我看到是可能会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你有可能在一个关系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达到你的这种 OK， 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真的把这个关系把它调节得很好能够去化解危机矛盾可以去让你跟他的关系更加的近距离可以让别人看到你更高层面的价值能够看到你的这种深度
能够看到你的深度。我们今天看到是这个女帝牌嘛，你的这种强大的孕育能力能够去吸引到其实是很好的贵人。这个贵人既有可能是在你的感情生活里，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工作、学业、事业当中。这些人他跟你的这种连接，或者是他跟你之间的这种感应，是通过你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处理问题，如何去化解矛盾这种连接里一点一点出来的。那有些朋友呢，也有可能在处理事情上面，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看懂怎么样去做判断，怎么样去下决定，或者是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管理。所以10月份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在这个月里，你们的冷静，你们的沉着，像白天鹅一样的去走入你的10月份，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的力量能够帮助你把外界的生活里的这种我们所谓的3D 世界里、物质世界里的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和漂亮。那么10月份你也将过得悠然自得，你也将过得自信从容。那么事情呢，会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去继续的进发。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连接关于你10月份的一个运势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